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錢立偉、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趕快來關心，今天要特別關心的是伊朗最新的攻勢連環重擊，並且直指的就是在中東的美軍的指揮中心了。根據伊朗的說法，200位美軍全滅嗎？今天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另外，現在伊朗也直接點名了18家美國的重要企業成為他的獵殺名單。川普急着，這個時候他喊了，他要停戰。今天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今天會關心美國經濟到底會不會崩盤？因為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點名了18家美國的巨擘要做攻擊，這巨擘當中包含了從科技、金融到軍工巨擘都在當中。川普能守住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國力核心嗎？第二件事情，今天會來關心的是阿聯酋的秘密指揮中心被伊朗給炸了。現在不了解的是說，200名的美軍現在看起來生死未卜哦。那麼來自於伊朗的說法是全部滅了嗎？美軍真的可以無敵嗎？川普這一次還能夠硬是撐幾天呢？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美國想要閃人了，那以色列怎麼辦呢？難道以色列自己會留下來單獨打嗎？尤其現在以色列的傷亡人數不斷的攀升，納坦雅胡還能夠撐多久？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請來賓一次做詳盡的解答。我們首先關心到是這一次伊朗對美國正式開啟的一場系統性的報復，尤其今天4月的第一天，4月1號，伊斯蘭革命衛隊直接點名了，一共要瞄準的就是18家的美國企業都在他的攻擊名單當中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重要的企業，科技巨擘輝達、蘋果、Google、微軟、英特爾，金融的核心公司摩根大通，還有軍工製造大廠，包括波音、奇異、特斯拉，甚至是資訊跟雲端的巨頭思科、甲骨文、Meta， 都在伊朗說他要攻擊的名單當中。這一波攻擊還沒有實施，但是對於美國跟對於以色列相關的重要的軍事設施跟軍事基地的攻擊已經展開了。趕快立刻來看到他們目前伊朗的報復的重拳已經造成了哪一些打擊？首先斬首級的一個打擊是打的美軍位在阿聯酋的這個指揮中心，200名美軍生死未卜。再來真實承諾，這一場是第4次第88輪的全面打擊了，彈道飛彈直接是命中以色列的貨輪，無人機也被精準的摧毀。第3個來看到是對於以色列加大它的本土攻擊的力道，發射彈道飛彈攻擊以色列中部地區，集束彈的頭大的範圍多點爆炸，造成了至少6個人受傷。以色列科技公司也哀轟。最後是美國的死神無人機了，根據了解，有146架被敵方給擊落了，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來看到伊朗這一次的攻擊，可以說是非常的精準的，而且是密集的，連阿聯酋在這邊的指揮中心都命中，200名的美軍生死未卜。川普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還能撐下去嗎？委員怎麼看？對，看到這場戰爭打到了現在哦，那麼原本外界預測說伊朗一定會彈盡糧絕，然後呢，伊朗在美國跟以色列的轟炸之下，所有的相關的軍事裝備大概都會被這個摧毀殆盡。可是我想打到今天，我們現在剛才看到思敏告訴大家的這些相關訊息，其實可以看得出來，伊朗現在恐怕好戲才正上場哦。這就回到了我們原先的預測嘛，原先其實就已經有人預測跟示警，說伊朗在這場戰爭當中，他們先端上台面的是相對比較低階跟廉價的無人機和飛彈的。這些無人機跟飛彈的目的是什麼呢？為了要耗盡美國跟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所有的這個防空系統的飛彈啊。當你耗盡到這些東西了之後哦，再摧毀掉這些雷達，美國跟以色列在整個中東地區哦，他們的預警時間會相對縮短，攔截的能力也會大幅的降低。在這個時刻，伊朗才會端出它真正的法寶來啊。
現在看起來這個法寶就要上場了，所以對伊朗來說，這場戰爭再繼續打下去，我們恐怕就可以看到更多伊朗高端先進的武器如入無人之境的去打擊以色列或者是美國其他的軍事基地了。因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這個雷達系統已經被摧毀的差不多了，所以現在以色列真正要反應伊朗的飛彈來襲的時間已經大幅縮短了，絕對不像以前這樣游刃有餘。那麼，回過頭來看這個川普其實如果大家注意到川普最近的一次談話川普的確是一個非常非常妙的人。我認為川普最近一次決定要抽手如果大家看到他大概今天的談話吧，他說他決定要抽手了然後呢，把這個荷姆茲海峽留給其他的國家自己想辦法去打通了他已經打贏了，他就要走了。大家就好奇說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呢？那麼急急忙忙的要離開戰場。我覺得當然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美軍的傷亡在擴大當中那麼目前為止還在蓋牌，可是這牌蓋不了多久的這一掀牌的時候，美國現在國內反戰聲浪已經很高了。所以對川普造成的第一個壓力應該是福斯電視台的一份民調就福斯電視台在這場戰爭的前幾周，他的民調都跟其他的這個媒體不一樣他所呈現的民調都是在5-5波之間。可是其他的這個媒體所做出來的民調，其實反戰聲浪已經很高了，都超過50%了。那但是現在連福斯自己都頂不住了。福斯最近公布的一波民調，這個反戰的聲浪已經超過60%了。就連福斯都頂不住的時候，川普怎麼頂得住呢？川普背後最支持他的媒體就是福斯了那更不要講到股市了。股市前一段時間跌得亂七八糟，你看到今天川普出來講話的時候多驕傲，他說我講完之後股市就漲了，漲到這個有史以來道瓊漲最高的一次。廢話，你講的是你要落跑，你要離開了這場戰爭不打了，那大家當然就股市就漲了。所以我一直在強調說，川普的講話川普的策略永遠都跟股市指數的起伏是綁在一起的。他想放空他就放狠話，他想做多，这個股市就會上來那但是問題很妙就是他今天的談話的時候，你就注意，他說我們已經打贏了。為什麼打贏了？他說因為政權已經輪替了。他說第一代的政權呢是非常不能夠接受的，很有敵意。第二代的政權就溫和友善多了。我聽到這句話，我差點笑從椅子上掉下來。第一代是哈米尼，第二代是他兒子。對，他兒子、他爸爸、他的妻子、他的小孩、他家的親人都被你殺了。然後你覺得第二代會比較友善嗎？到底第二代哪裡比較友善？我們剛才看到所有的數據，伊朗現在在瘋狂的報復跟攻擊。哈米尼在沒有被斬首之前，他攻擊了誰嗎？他誰都沒攻擊。所以我不理解，川普為了要盡快的脫離戰場，他到底是活在一個什麼樣的這個宇宙裡頭他自己似乎描繪出他自己那種烏托邦美好世界。那更妙的是說，各位如果看到這場戰爭，原先講說要 regime change， 要改變政權，後來發現 regime change 不了，他就說我們要打通荷姆茲海峽。好了，你現在2棲部隊都調來了，準備要打通荷姆茲海峽了。忽然之間，他就又告訴你荷姆茲海峽我們不打通了，以後就交給這個歐洲你們這些國家自己想辦法去解決。最妙的是什麼？各位想想看，最妙的是在這場戰爭沒有發生之前，荷姆茲海峽根本沒有封鎖的問題因為你打了這場戰爭，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了，然後你現在告訴大家說我已經完成了戰爭的目的，我已經勝利了，然後我要走了。所以你這場戰爭的目的只有2個，第一個把伊朗換上一個更強硬的政權，第二個就是把荷姆茲海峽給關了。好，這個荷姆茲海峽又是同時攸關在經濟面，那另外一方面剛好伊朗他也提出來要攻擊美國的18家企業。攸關的又是美國的經濟面，因為這18家企業剛剛特別講到了嘛，裡面是很重要的科技巨擘，還有金融巨擘等等，會不會成為川普在經濟上面另外一個重要的壓力？苑老師又怎麼看？我今天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馬上想到今天是4月1號愚人節，我想說是不是假的，你知道？因為我們一直長期的認為美國加以色列是所向無敵的，結果今天消息突然這個1個月來，我們一直在做評論的時候，都替伊朗捏把冷汗。一開始我還講說伊朗要加油這講的自己都很激動，對不對？那現在突然發覺，伊朗現在完全要攻擊就攻擊我現在看到這個消息，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會認為說，剛剛我們委員一講的話呢，就會發覺說，伊朗現在的話呢，好戲正準備上場，看樣子不是愚人節，但是其實講起來也非常具有戲劇化。它最主要，首先第一點，我讓大家先了解，那個中東什麼都沒有，就是油多錢多，所以說所有的美國重要的產業，像什麼 Apple 啦、英特爾啦、Google 啦，還有什麼 Nvidia、Microsoft， 還有 Morgan Stanley， 他們在那邊都有轉錢的地方。然後發展科技的地方，甚至包含這個 AI 的這個中心都拿錢出來，就在這邊的話呢，所以伊朗現在要針對於18家
的這個美國重要的企業，裡面包含了軍工啊、科技啊，甚至包含了金融，通通要打擊的話，表示說他把這話先放出來。伊朗是說到做到的，然後这美國現在只會亂吹牛，這是第一件事情。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呢，我覺得大家不曉得還記不記得，就是在昨天的時候我們還在討論美國會不會登陸哈爾克島啊，還講到說美國什麼82個空降師啊會不會什麼的，就講了一大堆啊。這現在搞了個半天的話，突然拍拍手想走，你知道嗎？川普走得成嗎？對不對？2000多條人命啊，170幾個小女孩的命啊，對不對？這個仇恨結深了。人家伊朗本身來講的話呢，都目前為止啊，你先把溫和派幹掉以後，現在換了個激進派啊，激進派這個穆加塔拉的話呢，它本身就不做事，就是我們要幹到底，就是真實承諾第86開始、87開始、88開始，大家仔細看裡面內容的話呢，說的87的時候呢，空中預警機打得之準。從雷達缸正中間切下去，旁邊 BBC 講還有2架飛機受到了這個影響，對不對？也都受傷害了。然後現在的話，第3個部分的話呢，就是說整個伊朗現在的話呢，整個所有做的事情所着眼的重點是直接對以色列的本土的攻擊。那這個加重的壓力非常大，其中最重要消息，我覺得美國的指揮中心的話，那200人的話呢，生死未卜。讓我們講好了，這死亡的人數只有20%的話，那也有40人都死亡了。到目前為止，美國都不敢承認到底有多少死人啊，對不對？你這個影響的話呢，對川普現在剛剛經過 No Kings， 美國有將近1000萬的人走上街頭啊，美國人對政治都是很冷感的。1000萬人走上街頭，真的是美國問題嚴重了。現在的話呢，接下來我們真的是有好戲看的。好，所以美國這一次攻打了伊朗哦，那搞得這樣子一團亂。那現在美國就突然間說他要走人了，那以色列怎麼辦呢？而且正直的就是伊朗現在都是直接攻擊以色列的本土的，接下來納坦雅胡還能撐多久？那幹哥又怎麼看？我覺得這個新聞，我們特別要關注，就美軍的指揮中心在阿聯酋，也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曼哈德基地外面的秘密指揮中心竟然可以被伊朗的特工給發現，這個是一個秘密基地哎，而且裡面一看，哇，進去200人了，那麼多，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哎，你有情報，你有摩薩德啊，你有中情局啊，我們也有啊，我們也可以找得到你們讓人家以為你們不知道的地方，所以這個地方竟然被空襲了。我相信還是用見證者系列的無人機去攻擊的，因為那個最有效。為什麼？因為他們可以飛得久，又可以飛得低，然後打下來的時候，它的殺傷力是夠的。那好了，那現在到底損失了多少人？不知道，對，不講，為什麼不敢講？講出來很丟臉，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好，你看到這個事情之後，你就要想想看，我們現在先匯集一下以色列最近受到什麼樣的攻擊？以色列竟然中部一個城市，它竟然被這個彈道飛彈丟下來以後，它丟下來，你知道彈道飛彈只有個彈頭嘛？你不裝核子彈頭的話是沒有用的。於是他裝什麼？他裝極速炸彈在裡面，丟下來的時候，竟然造成了大概方圓差不多1.5平方公里被摧毀。但是因為那不是住宅區，所以只有6個人受傷。那下次要打在海法的話怎麼辦？或是打在特拉維夫？或是打在本古里揚機場怎麼辦？所以我現在就在想說，你不是說你的那個海軍跟那個空軍都已經被美國摧毀了嗎？怎麼伊朗還有這麼多飛彈可以打？所以你就會覺得，而且現在他打的是伊朗，現在打的是以色列的本土。對於以色列的很多地方，他們其實老實講一句，他們連在海上的集裝箱貨輪，他們都認得這是以色列的，這個就厲害，這個就我覺得非常厲害。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在面對這場戰爭的時候，他會有一點覺得他有一點卻步了，就是認為說，好像以色列的那個情報機構沒有辦法及時反應，說原來伊朗知道了，伊朗知道很多事情，當然他沒有講出來。伊朗也許他沒有像美國這麼好的這麼精密的衛星啊裝置，但是伊朗的這個情報人員一定也有足夠的滲透能力。他才能夠得到這麼多的訊息，然後他開始說：“我現在回過頭來，我要攻擊18家美國企業。”我覺得你要仔細聽好，這就是中情局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可以打到這些原來我打不到的地方，然後現在回頭我要打你的蘋果啊，然後摩根大通啊，
特斯拉、奇異這些大公司、大企業，而選擇重點來打，意思是什麼？意思是我知道它在哪裡。我知道它在哪裡。當然不是攻擊美國本土的總部，可是我可以攻擊哪裡？我可以攻擊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或是卡達，還有科威特的這些大公司的據點。要知道，這些大型的美國托拉斯企業在這幾個國家通通有據點。為什麼？因為在中東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聚集地。所以他如果真的打到這個地方的話，特斯拉被打一次，你看看 Google 或蘋果要是被命中的話，會有什麼下場？所以我覺得以色列他現在是在想一個什麼問題？美國要是拍拍屁股走，你要怎麼辦？我先告訴各位，尼坦雅胡不可能收手的。如果今天要他自己面對伊朗的話，他也要去面對，所以他必須要拖着川普，你繼續打，不要走，你要跟我一起打。可是老實講一句，我覺得川普的耐心只剩下2周，2周之內这一件事情要解決，說不定1個禮拜之內，4月6號之後就解決了，也不一定。可是以色列還是不會收手，他不會罷手。那到時候以色列就要自己面對伊朗的無人機跟伊朗正規的那個彈道飛彈的攻擊。我覺得這對伊朗絕對不是聰明的選擇，也不划算。對於以色列是不划算的事情。所以尼坦雅胡現在他的問題，他要跟他的國會怎麼交代，這才是他現在面臨最大的難題。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